攻击11的航模出现了新的细节，以往我们是不是低估了它的性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大家都很清楚啊，中航工业发布的飞机模型，一般来讲呢，都是对飞机的这个描述啊，往往最准确、最真实的。而最近呢，中航工业发布了一款攻击11无人攻击机的模型，这个模型呢，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在阅兵场上没法看到的攻击11的一些具体细节。如果说我们在阅兵中看到的攻击11呢，通过外形那个冲击力应该体现了它的隐身性能，那么这款模型呢，让我们看到的攻击11可就不是隐隐杀气的问题了，那是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啊！这种杀气呢，是通过模型中3个细节体现出来的。首先我们看攻击11机头下边那个光电搜索瞄准系统啊，外形跟歼20机头下边那一套装置非常相似。那么攻击11这套设备性能目前参数没有公布啊，但是中国公布过类似装备的性能，就是歼20那套设备的性能，电视上讲过，说是发现 F-22这样的目标距离110公里左右，发现 B-2轰炸机这样的目标呢，距离是150公里。然后呢，对付地面上雷达车之类的小目标，发现距离不小于50公里。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要想用来发现航母这样的大目标，那个发现距离得多少？那得远了去了。所以说呢，装上这么一个设备 EOTS 嘛，那么攻击11可以用来对陆海空目标进行搜索、跟踪、瞄准和制导。它的战场感知能力，基本上我们能够判断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然后再看攻击11的火力，模型中呢展示了攻击11啊有2个左右弹舱嘛，2个弹舱的模型呢分别展示了是2种挂载方案，一侧呢展示是6枚小口径精确制导炸弹，这个外形很像美国的 GBU-39，国内呢同类型号非常多，我们在模型中看到的那个炸弹呢类似是 CM506KG，CM506KG 100多公斤，滑翔距离是130公里啊。而且最后穿透目标的时候，可以穿透4米厚的混凝土墙。那理论上，如果攻击11配的全是这个506级别炸弹的话，一次带12枚，那么投放之前就可以分别向12枚炸弹分别输入不同的攻击目标坐标，然后投放之后呢，12枚炸弹应该是分别飞向12个目标同时打击，或者我可以让他们分组进行打击都可以，杀伤力已经相当不小了。而另一个弹舱呢，带了一枚大型的制导炸弹，从外形判断呢，应该是1000公斤级别的。如果说一次带2枚这样炸弹的话呢，可以攻击1-2个坚固的加工目标。12枚炸弹或者2枚重型炸弹，对于攻击11这样的无人机来讲，这个载弹量应该是相当大，打击力相当强了。你不像我们以前看到像彩虹4这样的，是反坦克导弹可以挂很多，但是那种大型炸弹，我们看到过去很多无人机挂不了。第3个细节呢，就是弹翼。关于攻击11啊，我们以前说过，它的机翼下边没有做动筒，就是没有可以活动的副翼，没有襟翼，就是不是说靠翼面活动来控制飞机的这个运动的，它是靠机翼上面、下边几个气流喷口，这些气流喷口呢，喷射气流就可以改变机翼上下面的表面的流场，流场改变了，机翼受力就改变了。这种控制方式呢，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被称为叫环量控制技术，结构轻，控制响应快，飞机机动性好，这些特点呢，以前我们节目都说过。而这次的模型中呢，我们看到在发动机喷口2侧短翼上又增加了4对这样的喷口，说明经过发动机2侧小翼面的气流也可以如此控制。而且这个位置呢，这2个位置离发动机那尾喷管又非常之近，那就不排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个喷射气流偏转发动机喷口气流。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动机喷口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看到 F-22那样的，就近似可以成为一种可以左右偏转的矢量推力喷口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得出来了，这种飞翼布局的小飞机，利用先进的控制方式，它的机动性、它的敏捷性，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常见的无人攻击机。那么也就意味着，攻击11可能除了对地、对海攻击之外，它还有太多的潜力可以开发。好。关于中航工业所展示的攻击11无人机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哪些要素？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